叶晨的话仿佛一记当头棒喝，让汉克整个人欲哭无泪。他哪里想到叶晨会在这里等着自己，还以为叶晨真的能够彻底拯救自己，并且给自己一个在他身边当狗的机会。可是现在，叶晨却要自己在活着与那方面的能力之中二选一。这种问题，选哪一个他都心有不甘。于是他赶紧苦苦哀求道：叶先生，我求你给我一个洗心革面、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我想在你身边效犬马之劳，不想成为一个连那方面能力都没有、整日郁郁寡欢的废物。那样我虽然能活着，但是我活着恐怕也很难创造出什么价值。说着，他又道：而且您不是说了吗？这是给我这个课代表的奖励啊，怎么现在又让我二选一了呢？叶晨笑道：你的问题还真是很多，你想过没有，我给你的奖励是什么？汉克脱口道：肯定是把我胰腺癌的问题解决掉啊。不，叶晨摆摆手，我给你的奖励是提醒你，你的胰腺有问题，以免你发现得太晚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。提醒和治疗以及治愈是3件不同的事情。就像你去医院，医院帮你检查出了胰腺癌，但他没有义务一定要给你治，除非你支付足够的医疗费用，或者有完备的医疗保险。而且，就算他给你治了，也不会承诺一定给你治好，对吧？汉克一脸呆滞，明知道叶晨是在耍自己，但他也清楚，叶晨说的是实话，再好的肿瘤医院也不可能包治胰腺癌。他想起那10几个所谓兄弟，赶紧又问：叶先生，其他人如果也把钱支付到位之后，您会帮他们恢复那方面的能力吗？当然了，叶晨非常严肃地说道，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，他们如果给了钱，我肯定会第一时间让他们恢复如初。汉克哭丧着脸脱口道：啊，那岂不是就只剩我一个阳痿了？叶先生，我是他们的带头大哥，是他们的指路明灯，如果我没了那方面的能力，他们群龙无首，还不如就让他们也跟我一样啊。叶晨笑道：那就没办法了，谁让他们没得胰腺癌呢？我刚才说了，我这个人说话算话，他们只要给钱，我就会替他们解决问题。这时包厢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洪武在门口恭敬地说道：叶大师，斯维特小姐来了。叶晨随口道：进来吧。洪武将房门推开，塔瓦纳刚进门，便惊讶地发现前天深夜刚走的汉克竟然又回来了。看着汉克跪在地上哭红了眼，他也大概猜出因为什么，一定是叶晨关于他胰腺癌的判断被验证了。他没让汉克分了自己的心，毕恭毕敬地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我正在钻石包厢，跟团队重要成员一起吃饭，听说您来了，就过来看看您，不知道冒昧过来有没有打扰。叶晨摆摆手，笑道：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不着急走的话，就找个位置坐一会。好，塔瓦纳也很想看看汉克的好戏，于是便在靠近门口的位子就近坐了下来。洪武这时客气地说：斯维特小姐稍等，我这就让人给你拿一份新的餐具。塔瓦纳点头致谢，洪武便先行离开包厢。汉克没想到自己正跪地哀求叶晨的关键时刻，塔瓦纳竟然过来捣乱。不过他也不敢表现出任何的不满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哀求道：叶先生，求求您，给再下一次机会吧。叶晨笑道：你说给我效犬马之劳，这些都是后话了，说我是你的话，眼下这个当口，我不会既要又要，我会先选一样保住基本盘，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达成另一个目标。汉克还想继续恳求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叶晨这个人的行事风格根本就不受其他人的影响，自己在这里苦苦哀求他是没有用的，除非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放自己一马。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答应叶晨的条件，赶紧把那10亿美金兑现，然后让叶晨把自己的胰腺癌治愈。只要自己胰腺癌的问题得到解决，人生的时长就会大大增加，就像叶晨说的，剩下的事情还可以从长计议。于是他立刻恭敬地说：叶先生教导的是，在下明白您的意思了，
您给在下一天时间，明天晚上之前，在下一定把1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准备出来，交给马特。希望叶先生到时候能替在下治愈在下的胰腺癌。叶晨点点头，赞赏地说道：“这才是一个求人办事真正该有的态度。”汉克谦卑无比地说：“都是叶先生教导有方。”叶晨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钱到位了之后，明天晚上还是这个时间，还是这个地点，我们还在这里见面。到时候我会帮你解决胰腺的问题。”汉克顿时大喜过望，脱口道：“谢谢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。”吩咐马特·芬克尔斯坦道：“马特，汉克的钱到位之后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”好的，叶先生。马特·芬克尔斯坦自然恭敬至极，满口答应下来。汉克紧张地问叶晨：“叶先生，那我有一个问题，不知当问不当问？”叶晨十分淡然地摆了摆手：“问吧，客气什么？”汉克忐忑地问他：“那请问叶先生，你明天晚上是帮我治疗还是治愈呢？”汉克太怕叶晨继续玩他，如果明天晚上自己钱也出了，头也低了，错也认了，结果叶晨来一句：“我帮你治了，但是没治好，那自己岂不是要被玩死？”叶晨见他一脸谨小慎微，淡淡笑道：“我刚才说的是普通的医院，在我这里，只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2步，没有解决不掉的问题。你放心，明天晚上我自然会让你彻底摆脱胰腺癌的困扰。”说着，叶晨又笑着提醒道：“对了，我劝你提前安排好你的私人飞机，像前天一样，吃完饭你就可以直奔机场飞回美国了。另外，我也建议你，美国那边的医院，赶紧再重新对接起来，等你落地之后，赶紧再去重新做一遍检查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，你的胰腺癌到底有没有被治愈了。”汉克心想，赵信业的这么说，明天晚上我又得坐飞机再飞回美国一趟，这真是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就净坐飞机玩了。